赵云社团招募正在进行，请各位大一新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申请入社。CMFU 学院是一所培养文体精英的高校，对学生品格的要求永远高于学业。我校的校训为：业精于勤，忠于信仰，朴实生活，丰满人生。哇！对不起，对不起啊！这位同学，小心身后！放放手！刚才我抓了什么？你抓的是马。嘿，你没事吧？没事，你等会儿。身手不错。我之前学过一点武术。同学，我的眼镜掉了，能帮我找找吗？我先走了，再见。你站着别动啊，我帮你找找。这周围都没有啊。击剑社的招募台在哪儿？击剑社？好远呢。是吗？哎呀，不好意思啊。还是我送你过去吧。好吧。哎，同学，你可以考虑加入我们的社团，我们可是 CMFU 的大社呢。可是这里没人呢。我们社招募早结束了。那要不我送你回社团吧？没事儿，还有个重点要招的新生没来，我等他呢。总之，刚才多亏你了。你一个人真的可以吗？放心吧。那你保重啊。同学，有没有兴趣加入桌球社？桌球？请填一下入社申请表。如果我填了表，还能参加其他社团吗？填多少表都行，但最终只能选择一个社团。再见。终于招到了一个，总比击剑社一个人也招不到的强。他们一早就招到3个新生了，听说还有个高手要来。这么冷门的运动都有人参加，还有高手，不公平。我还是回去拿副眼镜吧。我是击剑社的副社长贺一翔，欢迎各位新社员。今天大家先随便聊聊，互相认识一下。我叫阿俏，大一新生，请各位多多指教。我跟阿俏算是老对手了，大学之前就打过比赛。我叫小福，大家都说我反应慢，不适合击剑，但我觉得适不适合不重要，喜欢最重要。这位同学，你呢？我叫3岁，麦色的岁。不对啊，不是说还有个身手了得的女社员吗？已经派人去接了，估计一会儿就到。同学，对篮球有没有兴趣啊？有啊有啊。来，先填个表。好的。哇，运动的女生最迷人了。既然是高手，他应该很有力量吧？欢迎加入拳击社。加入了女社员，大家的积极性都更高了吗？换哪个社都得激动啊。同学，麻烦把球踢过来。哇！对不起对不起，我去帮你捡回来。同学，加入我们足球社吧。这个女社员呢，是我们社长楚卓然的师妹。楚卓然本身也是技术全面、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你怎么了？不像啊。我把眼镜丢了。要你接的人呢？等我先去拿副眼镜。
绝对不会。眼镜又掉了，这里没有，你去更衣室找找吧。社长，你那个小师妹技术怎么样？好多年没见了，不知道现在如何。同学，你之前学过武术，很适合我们国术社呀。话虽如此，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啊，击剑社。这位同学，你找谁？我是来……哦，是你啊，快请进。你认识我？哎呀，终于把你盼来你了。们是不是搞错了？同学，你怎么来了？是你呀、正好给。你特意帮我去找的，可惜找着的时候已经被踩碎了。没关系，谢谢你。真是跟我一样心思细腻。是吗？嘿，美女，欢迎你加入我们击剑社。加入击剑社。表格呢？我来填。哎呀，你还需要填什么表格呀？我们要的就是你。刚才我专门去逮你，结果还是让你跑了。爱卿说什么呢？是去接。哎呀，别光我们说呀，来，你也说两句啊。我说什么呀？给了击剑呢？我不懂击剑啊。你就别谦虚了，来来来，大家鼓鼓掌，说两句。说两句。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说到我对于击剑的了解，那就是《三剑客》这个故事了。学击剑的人肯定都看过这本书吧？机智勇敢的达达尼昂，高贵的阿多斯，阿拉米斯的多情，波尔多斯的单纯。哇，他们手拿击剑的样子可以说是超级迷人。严安琪，请问楚卓然在吗？我叫严安琪，来击剑社报道的。总算等到你了。来，这本书你落下了。刚才还搞错人了。欢迎你，真是百闻不如一见的。同学，不好意思啊。没事。达达，呀，师哥，好久不见。安琪，欢迎你加入击剑社。我也想加入击剑社。可以吗？达达尼昂，以后我可以跟你一起并肩作战了，是吗？是的，米妮。是，我对击剑一窍不通。想要获得前程，就要靠自己勇往直前。达达尼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你的闹钟。您的申请已被 CMFU 击剑社通过。耶！实在对不起。啊，这种小事不需要道歉的。真的，非常对不起。报了名不来也很正常。给你们添麻烦了。真的很遗憾，同学，那你的最终选择是？我选择加入击剑社。One two three go！ 啊，米妮同学，你真的确定加入击剑社了吗？是啊，你可要想清楚啊！击剑是专业性特别强的一项运动，是什么人都能成为击剑手的。我想试试。哎呀，不要浪费时间了，加入我们老少咸宜的桌球社才是你明智的选择。实在不好意思，我已经想清楚了。哎，我看你底盘稳，手有力，是打桌球的好苗子。可我不想放弃。
米妮同学，桌球社随时欢迎你。要说起来，我们社成立时间其实并不长，击剑这项运动在国内起步也比较晚，不过发展势头却很猛。校领导非常重视击剑运动，特意将这栋历史悠久的欧式建筑腾出来给我们社。走，咱们进去看看。这间是楚卓然的办公室。社长他平时是不是都特严格啊？虽然我们社长看上去不苟言笑，其实他人很好，处久了你们就知道了。我来晚了，刚才我……那些社团都原谅你了？你都知道了，他们还说我多此一举。我觉得挺好，怕给别人带来麻烦，也是一种绅士风度啊。是吗？大新闻！刚接到消息，2个月后，市区将举办剑客大赛的区域选拔赛。剑客大赛，那不是只有专业队才能参加的比赛吗？今年设置了专门针对各大高校的青年比赛。这不是在做梦吧？是真的，这可是目前含金量最高的一项击剑赛事了。大体赛程不变，先是单败循环，然后根据排名。爱卿，这个回头再细说吧。各位社员，这次比赛很重要，时间紧迫，需要大家立即投入到训练当中，辛苦了。2位新社员，你们2组合一实战训练，没问题吧？水平吧。阿巧，你水平不错，和严安琪一组。哇塞，跟大美女一组哎！数据分析的资料，请尽快准备好。放心吧。那我们这就开始训练吧。那我呢？严安琪怎么还没有到？刚才打过电话了，他刚起床。我知道了，各位，3周后我们内部会进行一场公平的选拔赛，挑选出实力最强的选手参加剑客大赛。我相信大家都希望得到这个机会，所以全力以赴吧。是。请问我呢？你？我该干些什么？米妮，你不会击剑，可以和我一起数据分析啊。但我想学击剑。你可能误会了，现在社里要备战一场大型比赛，等空下来，我们会系统的教你击剑的。你可以先向爱卿学习击剑的知识，顺便观摩我们的训练。不是故意把你排除在外，只是击剑这项运动，基础训练周期很长，目前社团里只有你是零基础，所以这次……我说米妮同学，不要这么心急，你可以先从后勤做起。要是我们夺冠了，你也是幕后功臣的。可我想参与到你们中间。竞技就是为了获得胜利，你觉得我们应该冒着训练不充分的风险，满足你重在参与的心理吗？但你刚才说到了公平2字，要不让他试试？是啊，也耽误不了几天嘛。放在一边不管也不好吧？好，那你们谁愿意跟米妮对练？但是现在你连击剑是什么都不知道吧？击剑是需要1对1训练的，别人要是从头开始教你，就会耽误他的实战训练。这样真的好吗？安琪，别说了，你自己以后也别总是迟到，耽误了特训。防守，注意防守。那我自己练。48式木兰剑，将军之令，飒爽英姿，木兰挥剑。他原来是练家子呀，还不错。哇，眼花缭乱。将军脱袍，凯旋归营。米妮同学，你舞得很好，但这跟击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里是击剑社，不是剑术社。米妮，算了吧，击剑这项运动真的得从小学起，半路出家很少有成功的。哎，你还是先跟我一样做技术分析吧，这个工作也很有趣的。干嘛不让他试试呢？如果时间允许，我当然会鼓励他。可是几乎没人能在短短3个月里学好击剑。现在给他希望，就怕最后他不得不承受失望。好，你想通了？
不耽误大家训练。下课之后我再去找他。对不起，我对这里不熟，不知道这里是。你不用解释，快出去。我有话要对你说。那么，等我洗完澡把衣服穿上，可以吗？好的，社长，我真的很想加入训练，我会加倍努力的。我知道，也许最后还是我的水平最差，无法参加剑客大赛，但是，请给我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吧，我没想耽误。妮妮，给你1周的时间，我亲自教你击剑。真的？别回头。但是就1周，学不好就要服从社里的安排。好，那我先出去了。哎呀，训练好累。才半个月，速度就提高了半秒，这个连凯怎么进步这么快？爱卿，这是什么？好险！是米妮啊，来得正好，我正准备找你呢。打开看看，给我的？定制的哦，快穿上试试，看看你的战衣合不合身。这么多件都要穿吗？这个可一定要穿好。这是什么？是护胸，起到保护作用的。虽然是硬质塑料的材质，但是不会影响你运动的。那个爱卿，我先去训练，米妮交给你了，带她熟悉一下。好。请多多指教。还有这个小背心，只有半个袖子吗？怕你热着嘛。好嘞。还有一件保护服，要穿这么多层啊？这可是防弹纤维材质，可以抵抗很强的刺剑力量哦。子弹都打不穿，好厉害啊！别动，马上就好了。好了。好热，不舒服，别扭。击剑的时候一定要穿这些吗？当然了，这身衣服可以抵抗80公斤的攻击力，穿着它才能保证你的安全。刀剑可不长眼。你是说我现在可以去练击剑啦？对啊，你脱了吧。爱卿，这是什么？这是专门用来分析战术的投影器。来，我展示给你看。我把往届所有击剑比赛的精彩桥段都收入在这里面了，通过虚拟3D 人物重演，这样咱们在分析战术的时候就能更清晰明确了。拿着，给你表演一段。哇！阿磊，爱卿你好厉害！击剑分为重剑、花剑和佩剑，3种击剑的规则有所不同。来，咱们往后站点。小心！你快看，重剑有效部位为全身，
率先击中者得分，同时击中双方均得分。中箭要使用逼近的战术，步步紧逼，依靠你灵敏的头脑和强大的气势抑制住对手。花箭有效部位限制为躯干，先攻击将会占据主动权，不管防守还是攻击都很有门道。佩剑最重要的是速度，果断出击，有效部位是对手上半身，包括手臂和头部，往往瞬息之间一剑便可定胜负。击剑的出弹速度快过跑车的启动速度，而击打的力量也十分惊人，动作舒展且迅速，有律动和节奏在其中，所以击剑也被称为格斗中的芭蕾。击剑运动不仅手上技术复杂多变，步伐移动也特别频繁，所以一般击剑的体能训练里都有针对性的反应速度练习。可以说，在击剑场上，动作越多，频率越快，就越能为自己创造机会。小福，现在怎么样？能连续跳5个了，进步好大呀！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呢。厉害的击剑运动员一般都要达到1分钟连续跳120个双飞。啊，是吗？他们干嘛不对练？再厉害的击剑手，每天都必须做弓步练习。赛场上风云变幻，所以基础一定要打牢。阿青，你瞧，很容易就做到了，感觉很简单嘛。你来。还是头回听人这么评价击剑，自己试试看吧。别急，要刺中这里。果然进步神速啊！一上来就学刺法了。社长，算了吧，他也是无心一说。你注意，他的速度很快是吗？是特别快。不可能吧？测速器。没事吧200！米妮，你的击剑的速度比子弹还快。爱情，你没事就好。哎，走了，闪电侠。米妮，社长今天不是故意针对你的，别放心上。你说楚卓然？或许是因为自身天赋太好，对于普通人遇到的困境，他很难感受到吧。虽然不太会教别人，但是楚卓然比任何人都要珍视击剑，也特别重视击剑手。啊，那我刚才那么评价击剑，楚卓然会不会生我的气啊？不会，他只是太在意击剑了。击剑就是他的女朋友啊，那他可以抱着击剑跳芭蕾啦。所以你就别为这事儿烦心了。不是，我郁闷的是我自己刺靶怎么就刺不准呢？这事儿啊，咱们要参加的是重剑团体赛，重剑的有效部位是全身，你到时候就快速出击，想刺哪儿就刺哪儿。你觉得我有希望参加比赛吗？当然了，你就是个击剑天才，知不知道？你不行，谁行？谢谢你啊，爱青。我不是在安慰你，我说的是事实。达达尼昂，你又喝醉了。米妮，再过不久，你就将成为一名女剑客。可是我觉得，到现在我还不算真正的开始学击剑，恐怕……骑士手中的剑必须要刺出去。米妮，波尔托斯，你怎么来了？米妮，你要记住，
击剑本就是格斗，目的就是战胜敌人，哪来的什么章法？何须按部就班的学习？说的有点吓人。米妮，你继续这样徘徊在外，怎能找到你志同道合的伙伴？拿起剑战斗吧，让那些教条见鬼去吧！啊！小福，今天怎么这么早？是啊，跟学校隔着2条街的地方有一家很不错的早茶店，要是去晚了，就买不到他们的招牌虾饺黄了。这么好吃吗？你也来尝尝吧。挑一把顺手的吧。重剑呢，全长110厘米左右，重量不会超过770克，剑身为钢制，长度90厘米，3棱形的横截面，剑身的宽面最大为2.4毫米，这些都是很精准的标准。那照你这么说，也就不存在顺手不顺手了，反正都一样嘛。也对。那你挑一把顺眼的吧，慢慢选，不着急。吃完早饭需要休息一会儿。这把剑，这是佩剑，跟咱们练的重剑不是一码事儿。竟然有区别吗？当然了，你瞧，它的横断面近似长方形，弯曲角度呢小于4厘米，剑尖为圆形。跟重剑不同，它是没有弹簧头的，因为佩剑的规则是既可以刺又可以劈，所以设计自然不一样啦。你再看这个护手盘，对，就是这个月牙形的护手盘，跟骑士用的剑一模一样。三剑客啊，达达尼昂，这就是祖传的剑，他们的剑就长这样。原来如此啊！我倒是学过几年佩剑，可是被剑劈到的时候真的很痛，而且打法更复杂，我有些疲于反应，于是就改了重剑。米妮，怎么还不去训练？社长，咱们改练佩剑吧。啊？既然重剑比赛是全身都可以刺，那我这练习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过啦？在赛场上，瞬息之间都充满机会，也全是威胁。弓步姿势一旦打出去，很多时候是撑不住的。想在对手反击之前收回更是困难，所以一击必须制敌。如果打不到对手，那基本上就是跑不掉的。跟人对练，肯定比我一个人刺把更能积累经验呢。开始对练。On, got it, play, Ali。好。就他们这样对练，能成吗？小福，进攻。真好啊！别愣着了，继续刺吧。都说了休息，你还打？就你这水平，有资格休息吗？犯规。小福，你能帮我个忙吗？什么事？你说。咱们俩对练一次怎么样？可是你现在还在基础练习阶段，没有到可以对练的程度啊。你可以教我呀，而且我想体验一下跟人对打是什么感觉。我担心自己会伤到你。会呢，咱们就打着玩。你要注意自己的脚步动作，移动要快速，剑刺出去的时候不要犹豫。好嘞。是得分部位吗？米妮还真是不错呢。好，接下来我不会让着你了。好嘞。又赢了。舞剑，你赢了。我就知道我可以击剑。
你看，我打败小福了，实战不难啊。确实很棒。是吗？你也这么觉得啊？我就说嘛，我不穿击剑服就拿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安全开玩笑，这么艺高人胆大，能不棒吗？跟我过来。戴上面罩。你不是想学佩剑吗？把剑拿起来。记住，佩剑的有效部位是上半身，不仅可以刺剑，还可以劈砍。拿嘞！拿嘞！捡起来！拿嘞！还没有完全了解他，就不要轻易下结论。作为击剑手，要学会尊重你手中的剑，不管它是佩剑、花剑还是重剑。这里不是玩耍的地方，以后不穿戴好击剑服，不可以击剑。米妮还没走啊？小福，我是来谢谢你的。刚才我已经跟社长说了，决定不参加剑客大赛的选拔了。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虽然喜欢击剑，但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击剑的天赋，一直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就像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站上剑道早就只是一个习惯而已。是你让我反应过来，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会击剑的人，但成为真正的击剑手，不是我想要就能做得到的。重新开始也不晚呢，不要这么轻易就放弃生命里如此重要的东西啊！或许能让我早起排队的虾饺皇更重要吧。击剑的确让我觉得快乐，但是虾饺皇能让我更快乐。但是米妮，你很有天赋，好好学，一定能成为优秀的击剑手。真的吗？可是有一点，你不及这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你不是真的喜欢击剑吧？不过没关系，这项运动一直都不怎么受到关注，但是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真正喜欢上它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社团参加剑客大赛的申请已经通过了。大学以前大家也都有过个人赛的经验，可是除了楚卓然，团体赛对于各位来说还是头一次。不过规则应该都了解，我就不累述了。你们看一下赛程表的安排。我不太了解。你这哪是不太了解？你呀，就是压根啥都不知道。爱卿，你还是大概说一下吧。每场比赛采用循环的方式，你将跟对方的所有队员都比一轮，先得到5分或者打满3分钟就要换人，分数累积，总分率先打到45分的队伍获胜。如果是打完9轮双方均未达到45分的情况，那么分数高的队伍获胜。团体赛赛程为单败赛，也就是说，只要输一场，队伍就会直接被淘汰。每队4名队员，3人上场，1人替补，名额有限。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在社团内部开展选拔赛的原因。米妮啊，你反正是重在参与，我看也不用搞懂规则了。对了，今天之所以要开晨会，是因为这次击剑大赛还有一个重大的改革。重剑团体赛为男女混合。什么？这不科学吧？怎么不科学了？国内外早有击剑男女混合赛的先例，效果都很好啊。2男1女，硬性规定。安琪，你要加油了。我也会加油的。这次大赛最强劲的团队是云宗学院，这所学校的击剑社团一直以来都包揽各大比赛的冠军，不仅整体实力超强，队长的个人能力也是超群。最近他更是进步飞速，无论从防守、进攻还是得分率都有明显的提高。要知道，在这之前他的速度已经无人能及了。好了，爱卿，咱们就先到这儿吧，大家别太多顾虑。虽说击剑是个人之间的格斗，可是团体还是要讲究整体实力和战术安排。你们就专心提升自己的能力吧，这样才能保证团队没有被制约的软肋。都去训练吧。费翔，
我们俩比一场。为什么？咱们也别藏着掖着了。现在的赛制是男女混合，也就是说只有2个男选手的名额。楚卓然我们肯定是比不过了，所以我和你之间只有1个可以参赛。既然躲不掉，不如现在就来吧。为什么？你们没有提到我。要比你去跟小胡比，他来者不拒，没必要。我唯一的竞争对手就是你。不仅性子急，胜负心还特别重，这样的脾气还真是让人头痛啊。阿俏的性格我喜欢，直爽、好斗、快意人生。快点练习。哦，好，我先走了。要是每个人都能像楚卓然，那就省心了。先别自拔了，接下来我得把重心放在对练上，基础训练就得靠你自觉了。除了攻击要稳准快之外，防守也很重要，尤其是遇到在你实力之上的对手时，由防转攻才是上策。这样，搞得对手眼花缭乱，他就钻不了空子了。你看，我刺到你了。重剑一共有7套格挡动作，把这些练熟了，就能灵活使用，联合变换姿势防守。攻穴。扭扭捏捏算什么男人啊？一个团队的，这样内斗你有劲吗？确定了参赛选手，那才叫队伍。现在就是竞争关系。阿俏，吵死了！你不去训练吗？等等，等什么？他们会注意到我的存在。安琪啊，快说说阿俏，你看他整天没事找事。何霞，你别跑，跟我打一场。这是击剑场呢，还是菜市场？训练场不能随便进入的。爱卿，我来吧。好久不见，林凯。很不想见到我吧？咋吵呢？他们就是早上开会的时候，爱卿说的那个云宗学院带头的那个，就是他们的队长连凯。大学之前打过比赛的，没人不知道他，很厉害。打场子的。你怎么也在这儿？哈，还真是你呀，懦夫！高中的时候我是怎么教你的？见了我要鞠躬，要不是因为有我，你哪有资格玩击剑？现在怎么进了这高端学府，往人情就全部念了？你放尊重点。我为什么要去尊重一群乌合之众？姑娘们在这儿玩的挺开心啊！开心啊！开心就好，你们就慢慢玩吧。外面都传言 CMFU 学院今年实力很强，来之前我还担心呢，现在看来，谣言果然不可信。楚卓然，你训练你的，刚才动作记住了？他们是什么人呐？就凭你一个，又能有什么用啊？你说话还真让人讨厌。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厉害，但是莫名其妙跑到我们社来嘲笑我们的人，自大狂的样子，可真不配做一个击剑手。这么个小不点也能击剑？哈哈，你们看他握柄的手势。楚卓然，这是你徒弟啊？你这算是破罐子破摔了吧？别欺负新人，穿上击剑服，我跟你讨教击剑。跟你打还用不上击剑服。来吧，让我领教一下楚卓然是不是还和当年一样。看好了，连凯是怎么防御的。阿磊。看你没有穿击剑服，所以才点到即止的。你心里清楚，就算穿上击剑服，你也不是我的对手。千万别在决赛前就被淘汰了。姑娘们，咱们赛场上见。还好吧，
从小他就是我最大的阴霾，一路被欺压。我想赢的一直都不是比赛，而是连凯。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真不是善茬。打完了，没伤亡吧？不管曾经有什么过节，刚才那样的情况了，没必要还忍着吧。阿俏，你的火爆脾气哪里去了？大家都没事吧？哎呀，我还是去把门关上，训练期间再也不许外人来打扰了。社长，你太帅了！嘿哈哼！刚才看清楚连凯的防守了吗？没有，我光顾着看你去了。那你还杵着干嘛？哦，社长，我不知道他竟然会上门来。很明显，他并不是针对你来的，所以不必自责。但是刚才教授能感觉到，连凯的确进步了很多，咱们不能掉以轻心。你不去训练吗？楚卓然还没来呢，你可以自己先练起来吗？没有他把关，我不知道自己动作是不是标准了。其实楚卓然虽然是很优秀的击剑选手，但他并不是专业的教练，可能不知道怎么系统的教你，所以你不能全部都指望他。不许你这么说我师傅！好吧，好吧，跟我一起吃薯片，等楚卓然来。少妇，你的零食都超好吃。森穗，你进步很快啊！故意让我？没有啊。哦，那我进步了。是啊。刚才那件是你的？看清楚这一件，是你的。我赢了就赢了呗，你加我干什么？你能不能给我认真点儿？认真不了啊，我的劲敌在那边呢。安琪姐姐，就放过我。你想啊，米妮她就是个打酱油的，剑客大赛女击剑手的名额是你妥妥的。可是男击剑手就2个名额，现在僧多粥少，我得去跟贺以翔练，知己知彼啊。哎呦，哎呀，啰嗦。严安琪好霸气哦。阿俏是个暴脾气，容易着急，有严安琪能降住他也是好事，磨练他的性子。米妮啊，你先自己去练吧，把格挡的姿势再熟悉熟悉。社长有事去了，可能很晚才回来。我还是再等等吧。我快去！你先歇会儿。干嘛？对练啊。哎，翔哥，咱俩练吧。好啊。贺以翔，你……哎呀，哎呦，我的脚啊！别看贺以翔这家伙平日里好好先生一样，在场上竟然有这样的手段，爆发力也足够强，不好对付呀。翔哥，厉害呀！如果我能像安琪你那样敢于出击就好了，可是每次都放不开呀。哎呀，很好啦，打得很稳又准。哎，不错不错，来，咱们俩来对练。哎呦，你还不自量力，连我都打不过，在翔哥这里，你更别想取胜了。米妮，我教你，你一定要打败严安琪，成为他的威胁，这样他就没工夫管着我了。你找我来就为了这件事？就你们 CMFU 目前的实力，注定是要输给我们云宗的。照理说，你们社自己的事我没什么好在意的，但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给你提个醒。看你也是个真心练剑的人，不想你到最后被人给卖了。
算我请你的，谢谢你提醒。阿俏这种人就根本不配做击剑手，信不信我的话在你。但作为队长的你，不应该对整个团队负责吗？如果是我，可不想跟阿俏这样的人交手，简直是侮辱。钱我已经付过了。哼。你哎呀，你不要一味的进攻，你要学会防守。不也是一直进攻吗？哎呀，气死我了！我技术比你好，当然可以进攻了。防守，想办法转防为攻。怎么防啊？刚才你不是一直在练格挡吗？就那样防啊。那些格挡姿势都防不住你的剑呢。你专门朝着我没有挡的地方打，这不废话吗？你学的那7套格挡都是基础，击打、格挡、距离、躲闪，要灵活运用。笨死了！楚主任是怎么教的？阿俏。呀！你要干什么？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真功夫！你比我还容易着急啊！我是想让你知道，我并不是一无是处啊。而且在赛场上先发制人，气势上就能压倒对方了。这样看，你还是跟我挺像的，一味往前冲，不知道给自己留些余地。这没什么不好呀，你看你打得多棒，风风火火的打法可好看啦。比起那些犹豫不决、磨磨蹭蹭的，要带劲儿。你真这么觉得？你是第一个说我打得很棒的人，练了这么多年击剑，竟然从来没被人夸过，很奇怪吧？而且还舔着脸坚持到现在，有时候想想也觉得自己挺不容易的。还记得前2天云宗学院的那个队长吗？叫连凯，他还嘲笑你来着。啊，对呀，就你这个暴脾气，怎么能忍受他啊？因为他曾经是我的兄弟啊。阿俏啊，就咱们这默契，肯定无往不胜。说好了，到了大学还要在一起练剑。那场团体赛，我竭尽了全力，把队友落后的比分一点一点的给挣了回来。可是最后，所有的赞美和功劳都属于技术本就高于我的连凯。我的存在一直那么不重要，好像只要有连凯，换谁做他队友都没关系，有他就能赢。没时间了，替补上吧。连凯，你快准备一下。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一天，他给我打了23个电话，我都没有接。替补上场，2名队友都发挥失利，比分大幅落后。连凯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无力回天，最终输掉了比赛。这是他唯一的败绩，可击剑都是单败赛，输了一场就没机会了。这次他们总算想起来，这支队伍里不仅有连凯，还有我。我被击剑队开除，每天在学校都会被他们鄙视和嘲讽。高3那一整年，我再也没有碰过击剑。是不是特别愚蠢，也特别自私？你之前打过团体赛？什么？艾青不是说咱们社团只有楚卓然打过团体赛吗？原来你也打过呀！这下好了，更有经验就更有保障了。难道你不觉得我……换作是我，也会很委屈啊。换作是谁都会吧。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却没有任何回应，这跟被否定有什么区别？再怎么热爱，再怎么把它视为梦想，说到底也不是自己心里明白就好，还是需要被别人鼓励和关注啊。虽然你那么做是很过分，可是谁还没点不靠谱的时候呢？或者说，你有过了那样的经历，就会比任何人都要在乎团队吧。哎呀，别墨迹了，跟我去对练。楚卓然一会儿就要回来了，他一来，我又得去刺靶，抓紧时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社长找你呢。
最近大家都好拼哦，气氛一下子就严肃起来了。喝水不？大家辛苦了，我先回去呢。啊，爱卿，干嘛呢？没什么。小早啊！没事吧？你说什么？贺一翔谈恋爱啦？嘘，你小点声。太过分了，我找他去。不，别为了我伤了和气。剑客大赛都要开始了，他有空谈情说爱？你说的是这个？不然呢？哦，你喜欢贺一翔？嘘，你别瞎嚷嚷。照刚才的情形看，他们还没有发展到情侣关系吧？不管是不是，我也没有资格管。喜欢就告诉他嘛。哎呀，你真是急死我了！有什么不敢的呀？贺一翔都快被人抢走了，还犹豫什么啊？我不去。爱卿，我正找你呢。一翔，爱卿有话跟你说。那个，你不是说找我吗？什么事？是这样，有一个大一女生，学过几年击剑，还打过比赛，只是现在她去了国术社，我们希望能把她争取过来，可是她还是挺犹豫的。我在想，你们女孩子之间去聊，应该会好一点。这几天你私下去见的那个女孩，只不过是我们的新社员而已呀。你怎么知道我私下？没问题，我去找她。先别去。这件事不是说了，容我考虑一下吗？这样做其实对大家都好，我不觉得会伤害到谁。我们进去说。爱卿，你先去忙吧。现在赛制变成了男女混合，我们不能指望安琪一个人能万无一失的打满全场。替补多重要，你不是不知道，米妮怎么能行呢？别听了，好像出什么事了耶！你们真是让我操碎了心。队友不行就换掉，这样还能算是一个团队吗？米妮的进步是有的，甚至比我想的要快。我想可以给她一个机会。我又没说要放弃米妮，你看她现在基础都还不是很牢，平时训练又漫不经心，替补是团队的最后防线，让她作为替补参加剑客大赛，对其他人太不负责任了。我这么决定，正是为了团队，军心不能散。我不同意冒这样的险。原来最该操心的是我自己啊！你还好吧？不能让他成为替补的替补。再给米妮1周时间。米妮，加油！刺，弓步刺，第一防守，第二防守，速度要加快，发挥你的优势。一旦快起来，动作一点也不流畅了。都是这样慢慢练过来的，要以数以万计的训练，才能形成肌肉记忆，准确做出技术动作。我知道了。他这是中邪了吗？米妮一直都精力充沛啊。你有武术的底子，一定会比别人更快练成的。米妮，你怎么还在这儿？很晚了吗？没有，只是大家都走了。哦，那我再过会儿吧。之前都是第一个溜的，今天算是把时间补回来。得劳逸结合，一会儿偷懒，一会儿拼命去练，你这样可不行啊。
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不行？我随口一问，没别的意思。你不是不行，只是对于2个月之后的剑客大赛来说，你的能力……其实，我并不在乎别人说我不行。等你能点哪儿刺哪儿的时候，你就可以对练了。有人对我说我可以的时候，我反倒怕自己不行。继续吧。贺一翔，嗯，你能教教我吗？你的动作已经很标准了，又不需要做到分毫不差，所以需要我教你什么呢？很刻意，你看，我做的跟你们做的有差别，很刻意，不好看。剑感不是简单的对剑的触觉，而是控制剑的能力，根据思维活动有效控制剑尖。看剑，只要拿起剑，就时刻记住将自己右半边牢牢护住，这样你只要集中精力，不让对手攻击你左边就可以了。然后，攻不刺。嗯，这么晚了，送你回去。坐后面没关系吧？这2把剑坏了，得拿回去修。贺一翔，有件事关于爱卿，我想跟你说说。什么？哎呀，算了，他喜欢你的事，还是他自己跟你说比较好。看剑，厉害了吧？米妮，你最近好刻苦啊！走火入魔了。你想干什么？嗯，别以为我不知道。嘿，还想跑？你还敢反击？好，第4防守，第6防守。哼！是精神分裂吧？这把剑好像又出问题了。嘿，这已经是第4把毁在米妮手里的剑了，他这样练，我们也跟着吃不消了。还是得麻烦严师傅亲自过来一趟了。再这样下去，到了剑客大赛，我会不会1把剑都没得用了呀？剑客大赛用不着你操心吧？我说，不过我用着顺手的剑也坏了。不好了，米妮的剑断了，她刺伤了。标靶，米妮，啊！别弄了，当心把自己伤着。你们比赛的时候可要注意啊，这剑还是很危险的。知道了。得嘞，破坏力越来越强了。别急，剑客大赛还早，剑来得及修好呀。要不要叫严师傅带2把新的剑条过来？哥哥，啊？我来送剑了。你怎么来了？外公也真是的，怎么放弃你一个人过来？梦幻剑的哥哥在哪里呀？哥哥，快点快点，我要忘记了。你在说些什么呀？是要找他吗？外公说，臭小子，点到即止，懂不懂？力气大了了不起吗？显摆什么玩意儿？外公还说，不过你小子爆发力看来是不错，好好练，前途不可估量。哈哈哈哈！是前途不可估量。
不可估量。剑是我弄坏的。连外公也没有想到吧？弄坏这么多剑的，竟然是个小姐姐。重剑比赛中出剑的时机尤为重要，经常会虚晃试探很久，所以打得很慢，也特别消耗体力。剑身这么沉重，拿得住并非易事，一般都是人高马大的男运动员比较容易出成绩。要很大的块头哦。米妮，你可真了不起啊！身材也很棒，哥哥的杂志里都是身材很棒的姐姐。那是给外公买的。原来是这样啊！何止拿剑，我刺断它都很容易呢。把剑弄断了，没什么值得炫耀的，这只能证明你没有距离感。距离？什么是距离？我喊开始，你往前一步，靠近标靶，自己试着调整距离，然后直刺。这个不难，但是必须只能是剑尖的按钮被压下，剑条不能弯。别愣着，好嘞。回来，再来。我还就不信了。多半步，你更靠近目标，但同时也把自己的弱点暴露在了对方面前。少半步，连碰都碰不到，这就是距离感。这个我会啊，只是有点不一样。到极止，竟然有这样的剑感，但是转着圈算怎么回事呢？过来，都修好了，真是辛苦外公了。哥哥，你为什么不愿意学修剑？因为哥哥的梦想是成为击剑手啊。可是击剑手有很多，修击剑的人就只有外公一个啦。车厘子的梦想是什么呢？老师说我的梦想应该是做医生、做科学家。那你自己呢？想不想继承外公的工作，去修击剑？因为哥哥不愿意，那就我来吧。你要帮我去跟老师解释一下哦。真是麻烦你了。前后移动来调整剑之间的距离，要抓准对方的节奏。找到感觉了吗？感觉又精神分裂了。这次是犯花痴了。我有感觉了。我真的有感觉了。从刚才刺靶到现在已经3个小时了。米妮，明天让安琪跟你做对战练习。我可以对练了。但是到时候可别弄坏了剑，又弄伤了人。我哪是他的对手啊？力气这么大，你就一直拿着剑，
把他耗到没劲，你就赢了。快力少女。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加入大家的队列了。以后要靠你保驾护航，请多多指教。这套衣服真是笨重。达达尼尔，这可是防弹衣的材质，可以抵抗80公斤的冲击力呢。你就是要穿着它去做陪练？我不是做陪练，是队练。哼，笑话！明明就是利用你来提高严安琪的击剑水平。你清醒一点吧。清醒，好。不，等等，你。昨晚的诗式击剑你看了吗？哎，我看了，超级好看的。对哟，呀。恭喜啊，终于战神剑到了。可是我有点紧张。你也会紧张？我根本不是严安琪的对手啊。想多了吧，别苦恼一些没必要的事了。你觉得我有机会赢？完全没机会，所以才没必要苦恼嘛。拜拜喽。好好跟严安琪对练，对你水平的提高会很有帮助的。浑身不自在，这套衣服穿着真的很不舒服啊！我像不像宇航员？习惯就好了嘛。爱情，你说我是不是五短身材啊？还好吧，不过在击剑运动员里你不算高的，没关系。击剑最重要的还是看你的反应速度。用这里取胜。从今天开始，要认真开始对练了。何以翔，你觉得严安琪厉害吗？他的发挥一直都很稳定，有时候作为男生都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输给他根本没什么嘛。但是你也练习这么久了。我去换衣服。咱们开始训练吧。怎么都坐着？今天是女人之间的战争。以卵击石，不过是训练而已。你们连动了米妮紧张，这样会打击米妮的积极性吗？继续吧。我又输了。你心不在焉的，怎么可能赢？这套衣服我穿着还不太习惯，所以总是分神。跟衣服有关系吗？准备攻击哪里，应该防守哪里，你完全没有章法。这是我的策略。你还是去歇一会儿吧。不会是把之前学的都忘记了吧？怎么可能？此把练习那么久了，一上剑道就全部忘光，岂不是白练了？就是这样的吧。我去上个洗手间。1-4防守，1-6防守。米妮，你好了没？这都1个小时了。米妮真是太急了，完全被严安琪影响了吗？严安琪根本没必要对他用策略，是米妮自己乱了阵脚。你没事吧？算了，翔哥，还是咱们对练吧。不，他是我的。你刚才怎么不练？刚才不是在看戏吗？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笨呢？一直嚷嚷着要跟大家对练，
结果真的上场了，什么都不会。啊，社长，来，你只是还没开窍。Green Ollie，你慌什么？我还没准备好。你的对手可不会管你准备的怎么样。啊，工作有后面，可是你已经输掉一份了。你朝我攻击，我就乱掉了，所学的一切都不记得了。忘记才好，忘记之前所学的所有各种动作。忘记？基础动作之所以要求你一遍遍不厌其烦的练习，是要你做到人剑合一，习惯手中的剑。但是上场对决，就不能再受限于之前所学的一切，死记硬背没有任何意义。你的对手不再是固定不动的标靶了。无论你是否能做出技术动作，重点还是要快速判断对方的反应，有意识的去应对。你刚才做得很好。实战姿势，弓步刺剑。好，第四防守。并不难，对吧？第六防守，继续逼近啊！联合防守，不错，继续。好，再来。社长，谢谢你。以后叫我名字吧，别老叫社长了。继续啊。米妮，可以呀。你说严安琪会不会生我的气了？他才不会跟你一般见识，可他到现在还没回来。这不正好吗？你不一直躲着，不想跟他对练吗？那倒是。哎，你们怎么知道的？怎么，今天还是不能对练吗？你看，还在下雨呢，击剑服洗了晒不干。是剑服不干，还是你自己不敢？对练又不是比赛，有什么不敢的？不敢输啊！我去训练了。知道听声辨位加苍蝇吗？哼！专心点啦！我一看到杨安琪拿剑的手都在抖。比你强的，估计你都会抖。哟，这段时间你还真的进步了不少。来，把眼睛闭上。还是太年轻啊！你行，你来啊！哦呦呦，东西可别乱扔啊！
哼哼，教练，你怎么来了？您是楚卓然的教练？萧博也是一名击剑手，从小看着我和楚卓然长大的。虽然不是我们的教练，但可以说是我的导师。萧教练的大名早有耳闻，中国第一代的击剑选手，把这项运动带入国门的先驱。不敢当。我年轻的时候觉得剑客就像武侠里的英雄一样威风，机缘巧合走上了击剑这条路罢了。当初哪有这样的壮志啊？我可不跟小萧对练了。你瞧啊，一场下来，浑身都盖了章。连我都打不过，以后面对那些击剑强国，你咋办？我看呐，还是安全第一。咱们拼了命，技术也还是差了一大截嘛。那就更得多比了，知道怎么输的，才能知道怎么赢。赛场如战场，咱们不就是战士吗？豪言壮志转瞬间，一晃40年了。假的。嘿，再打下去，要出人命的。小子，想管闲事儿吗？别打，人多欺负人少，有劲吗？军人有病吧？哼，当你自己是武林大侠吗？你瞧，冷兵器时代真是早早就过去了，但是人们还是会被刀光剑影所吸引。不管人类的力量进步到枪械、火药还是核弹，早已失落的刀剑的记忆还是无法被替代的呀。那后来呢？您这样怎么击剑呢？坐在轮椅上就可以了呀。是这样的，比赛时轮椅会固定在可调节轨道的框架上，运动员可以自由移动上半身，而且他们出剑的速度不比健全的击剑手慢，甚至会更快。没办法自主调节与对方的距离，也不能依靠腿部动作来发力加速，只能靠腰部力量和手的出剑速度了。只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灵活自如的击剑了。所以也不是没有动过放弃的念头，再也不能站着拿起剑的事实，注定没有希望成为最强的那个人。原本熟悉的击剑变得陌生，一度怀疑自己是在浪费时间。那为什么能坚持下来？换作是我，可能不会较这个劲吧。我虽然残了条腿，但手里还有剑嘛。比起想要变强的欲望，每一次刺剑进攻给我带来的快感更加的真实，哪怕只是训练，我也一样能感受得到。如果连拿起剑走上剑道都不敢的话，那你就已经输了。决定胜败的，并不仅仅是在裁判器亮灯的时候。剑客大赛就要开始了，你们的训练一定很紧张。本来不想来打扰大家的，可是安琪坚持这堂课一定得我亲自来上才可以。理应我先去看望您才是。小姑娘，天气预报说明天出太阳哦。
安琪，明天安排跟我对练行吗？衣服干了就行。嘿，嗯，嘿，友谊赛？我们跟他哪来的友谊呀？你懂什么？来者不善呐，这都不明白吗？只要之间打友谊赛，再正常不过了。即便对方态度不好，又不影响比赛喽。可是连凯他，连凯这次是代表云宗学院，不是代表他个人。倒是你，得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全成我的不对了，得，别到时候在自己的地盘出洋相。咱们又不一定会输啦，怕什么啊？轮不到你上场，你当然不怕了。你也轮不到。你怪我没说清楚，这次比的是女子重剑个人赛，所以阿俏你别有顾虑了，安琪肯定没有问题的。那就更不靠谱了。他们那个女剑手为什么外号叫闪电？就是因为她脚下动作快如闪电呢。田安琪，就凭她？就凭我，闪电再快，也不过是我曾经的手下败将，跟你一样。连安琪的眼神都可以杀死人了。这就是备战状态。嗯，小福，你在做什么？这一战很是凶险呐，万一有人受伤，我得赶紧处理。叶安琪，待会儿还是不能太轻敌了。据我这边了解的数据，闪电这1年的时间里，真的进步了很多。当初跟我打的时候，他就不差。你天赋不如我，早晚我会强过你。既然我不如你，你还狭隘的把我当做对手？再说了，我要是下去了，我还有替补吗？啊，我还不够格吧？这边请。连凯呢？女人之间比剑，他来做什么？不像你，婆婆妈妈的事儿也乐意掺和。啊！说的没错，走，咱不吵。我要观赛呀！何翔，这里就麻烦你了。隆重介绍一下，今天的女主角严安琪。快如风，斩如松，箭无虚发，招招打在要害上。看看，都被盯住了。她就是击剑场上千年不败的女神，是千年老妖吧？啊，好久没有较量过了，再多次你也赢不了我。是啊，所以今天是他跟你比。嗨，好端端的下什么棋啊？因为你需要学会心境。这击剑呢，就像下棋，你看，咱们双方棋子一样多，但是组合方式却变幻无穷，这就是战术。除了快速进攻以外，牵制、佯攻，适时暴露自己，让对手落入设计好的陷阱，都是策略。比赛好像开始了，到底要多久才能释怀？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可，这正说明你其实一直在怀疑自己。你讨厌连凯，却又很想要成为他吧？该你了。不下了，下不来。当你战胜他，或是取代他之后呢？接下来该怎么做呢？能做什么呢？做什么？
不用这样吧？拿个替补来跟我们的主力比，瞧不起人吗？云宗击剑团派什么选手上场，难道还要征求你们的同意不可吗？他的水平跟严安琪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这样的赛前切磋有什么意义？当你们 CMFU 的领导知道我们云宗愿意跟你们打友谊赛时，可是高兴的合不拢嘴呢。摆明了就是觉得这场比赛有助于你们进步嘛，知足点儿喽。才不是呢，我们厉害着呢。你就是艾青吧？对，他可是击剑百事通哦。听说你跳绳超不过3下，跑步坚持不了3分钟啊。女人吵架，照理说我不该插嘴，但是毕竟咱们都是打击剑的，最基本的礼仪风度总得有吧。哼，说话请至少注意一下分寸。哦，耽误了这么久，开始吧。别怕，我保护你。他们自己保存实力，却要来试探我们，怎么办？专业评论员倒是能把选手的技术和实力分析得头头是道呢。能上场打吗？让他们把我从里到外研究个透好了。只要我手上拿着剑，就都给我断了赢的念头吧。等等，再想想，先别上。我不上，谁上？你上。米妮，我这里只有一些跌打扭伤的药，你可别冲动哦。下棋就要慢条斯理，击剑的胜负却在瞬息之间，但两者都必须要冷静思考、冷静分析。不跑了！啊！对方这次过来的目的是为了打探严安琪的真正实力。我就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不是早已预料到的事情吗？艾青所做的工作里，有一部分也是在分析各个战队的实力和特点。知己知彼是光明磊落的事，有什么问题吗？可是他们派替补上场较量，还是个特别不入流的击剑手。喏，你看，这就很不公平了，而且感觉很不尊重安琪啊。他们在做准备了，让我上。比起想要变强的欲望，每一次刺剑进攻给我带来的快感更加的真实。你上？得了吧，你上那只能是输。不是说对手也不怎么样吗？说不定还不如我呢。没必要耍这种心机，这叫战术。说不定将来我都没机会上场，他们知道我技术差又怎么样？让我上吧。技术不行，一味的拼速度，把弱点全部暴露出来，你这是找死吗？比你快就行。那也不过是个替补而已。你是没能成为主力而沦为的替补，我是终于可以参加大赛的替补，我们不同。哦，你确定他们会让你参加竞科大赛吗？喂，你们一般就是这么待客的？要么给你泡壶茶。一场简单的比赛而已，需要商量那么久吗？他们就是来摸底的，你要小心。难道连我们区一个替补你都怕了？到底是我怕了，还是你不敢跟我打？你不过是赢了我1场而已，能证明什么？证明你输了呀。你好了，不管你们谁上，我都无所谓。咱们开始吧。现在怎么办？打就打喽，反正你也不是他的对手。要么还是等会儿吧，楚卓然他们还没过来呢。不用等他们了。稍等，稍等，我去叫他们，很快的，等我啊！
实在不好意思，这次友谊赛我们这边主力选手不是严安琪了。哦，别找了，就是他，米妮。耽误这么久，赶紧开始吧。哦，轰嘎 play， 弹跳步冲刺，弹跳步冲刺。阿磊，嘿，小哥哥，这个米妮什么来头啊？我跟他不熟。我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不问我？妮妮呢？是我在 CMFU 的威胁，所以同样也肯定是你们的威胁，小心点了。重剑实战，突发性和偶然性都很大，要尽力率先把握先机。米妮，作为初学者，你不要想着怎么使用技术动作，记住，就用最简单的快速弹跳步，用你最快的速度冲刺，把握进攻距离。知道了。还有，必要的时候要舍得退，注意安全。好样的！他比我还冷静。轰嘎 play， 真不去看看？这算是米妮第一次正式比赛，都去围观，她反而会更紧张吧？不行，我得去。孺子可教嘛。速度是真的快，只不过他就会这一招吗？才不是，对付一般的角色，当然简单处理喽。米妮，再下一场就赢了。米妮，你击剑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不能让他成为替补的替补。再给米妮1周时间。防二，转移反击。继续。哎，楚主任，不去指导一下吗？会让他乱了阵脚，反而适得其反。嗯，比赛结束跟对方握手是击剑的礼仪，这你都不知道吗？米妮，你没事吧？没事。如果连拿起剑走上剑道都不敢的话，那你就已经输了。决定胜败的，并不仅仅是在裁判器亮灯的时候。也不是啊，你瞧，从现在开始，你击剑生涯里已经累计了4分了。今天比赛的结果应该都没有异议吧？剑客大赛之前，要是还有机会，咱们再来一次吧。我已经……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就对方那水平，要是真让严安琪上去比赛，
岂不是瞬间就能把他给秒了？他们本来就不是为了赢比赛来的。怎么样？哼，虽然速度是很惊人，但是说到击剑技术，就根本不必放在眼里了。他们是为了米妮而来。我你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也就没有任何数据可以用来分析。他们不知道你的水平，所以会有所担忧。啊，原来如此。那现在怎么办？他们肯定发现米妮技不如人，等到比赛的时候，会想尽办法和严安琪下场，就能完虐米妮了。反间计啊！怕什么？既然藏不住，那咱们就把米妮推出去吧。推我去哪儿？反正你现在也不怕丢人了，咱们就走出去，多多丢人现眼。阿青，先是输给了云宗的替补，这次万一我又输给了星山，怎么办？哎呀，真是山外有山呐！听说仲夏不仅长得美，性格还好，到时候见到人家，你可别太失落哦。闭上你的嘴！你也学着女人一点儿，别成天凶神恶煞的。星山是体育类院校，实力在圈内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跟咱们又是有校关系，两校的击剑社也一向交好，经常一起练剑交流技术。我们是朋友，你不用感觉如临大敌一样，可同样也是竞争对手。这才是竞技比赛最有意思的地方嘛。待会儿会安排我跟谁对练呢？现在对你的要求是，跟女选手对决的时候发挥稳定。星山的社长叫仲夏，她是国内所有院校里排名第1的女击剑手，看她比赛，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我知道了。你的击剑包呢？我忘记了。啊哈！击剑圈第1美女，百闻不如一见呐。第一脚小子吧。这次又要麻烦你了。哎，咱们什么关系啊？走吧，咱们回去再说。我看上去有那么弱不禁风吗？怎么会？我们米妮可是怪力少女啊！这是宇文，是我们社实力最强的选手，请多多指教。主要想拜托你跟阿乔对练，他的性子太急，希望你能针对他这一点做些训练。那你呢？我有一事得麻烦你。你拜托的事一会儿再办，我先去办我自己的事。你自己的剑呢？别太挑剔剑的手感，万一比赛时自己的剑坏了呢？对不起，对不起。我没事。严安琪，久仰大名。
来，咱们好好比一场。今天就算了，决赛见吧。对不起。作为新人，说过最多的话，好像都是对不起啊，不是为了刚才的事找你。你们社长拜托我来给你开小灶，做单独训练。在这儿，阳光刺眼会影响视线，万一起大风，底盘也不稳了吧？有什么比大自然更好的吗？能不能把剑练好，不在于环境，而在于心境。你后面……那就想办法把我打落水吧。等会儿注意听我的提示。On God play。好嘞。别慌，注意对手进攻特点，用脑子击剑。找对方的薄弱点。稳住。米妮，还好吗？好嘞。剑道赛规定的有效区域，不能被对手逼出界外。这个你知道吧？好像知道，什么叫好像？我总是忘记啊。哎，千万不要把后脑勺暴露给对手。刀剑不长眼，护面对于脑后没有保护作用。切记。要根据不同剑客的特征，变换你自己的战术。怎么变啊？注意这里。根据对手的打法，随时调整自己的战术，既要防止自己的漏洞被攻击，还要观察对方的疏漏。果然是越有经验的人越能应付呢。但是作为一个新手，你今天的表现已经很出人意料了。楚卓然，还是你有眼光。周夏姐，谢谢你，让我学到了很多。你得谢谢你们社长，他一来就拜托我给你做单独训练。再强的对手也有薄弱的地方，只要找对方法，谁都有赢的可能。可是，米妮，以你目前的情况，其实还是不太适合参加剑客大赛的。其实他很有天赋，只是经验太少了，比赛的时候有太多不可预料的情况。作为新人，临场应变能力很难做得好。剑客大赛的级别这么高，你也希望能在自己的大学生涯里留下这场比赛的好成绩吧？你别急，等经验够了，还是有大把机会的。回去吧。我想，我想退出击剑社。米妮，
呀！自从新山那里回来之后，社长给自己安排的训练好密集啊。也很少说话。继续。社长，饶了我吧，都2个小时了，我是一下没歇呀。那你休息一会儿吧。米妮，你，一翔，我去把米妮找回来。是叫你过来训练。啊？哦，好吧。走喽，拜拜。拜拜拜拜。你已经3天没有去社里训练了。谁也紧张嘛。那你还有空去发这种东西？有人去报名吗？看垃圾桶。我画了很久哎。你前脚刚发出去，3岁后脚就收掉了。剑客大赛下周就开始了，你真的打算在这个届威尔上退出吗？草率。是深思熟虑过的。如果多几个很有实力的女剑手，会更加稳妥些的。到底怎么办才好呢？有什么问题吗？社里的气氛好压抑啊。训练的时候本就应该如此才对啊。说的没错。奇怪了，我竟然没办法适应这个节奏。米妮怎么样啊？真的决定退社了？如果不是真的喜欢击剑，别人强迫他是没用的。没事吧？没事。社长，你休息一会儿吧，连着3天都没休息了。没时间给大家休息，主力队员得强化训练。社里能打的也就这些人，没有保底的退路。给米妮一点时间想想吧。但是眼看剑客大赛就要开始了，咱们女替补的位置不能一直空缺着，还是需要赶紧找个合适的人。米妮，一起吃吧。米妮，你是第一个称赞我的人。别听了，好像出了什么事哎。爱卿，这是什么？这是专门用来分析战术的投影器。拜拜。留下。啊？什么？聊一下。你忘了这个？原来在你这儿啊！
我找了很久。三剑客，击剑圈里也有一个三剑客的故事。他们曾经是公认的击剑强队，也是中国第一支最有希望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的击剑队，3次出征奥运，3次闯入决赛，只可惜最后都是惜败而归。几十年的光景，他们的人生被击剑填满，但有时候付出了，也不一定会得到期待的结果，最后还是带着遗憾退役。可退却击剑手的身份，这3个人也并没有离开击剑。3人中，1位担任了击剑裁判，1位成为了击剑教练，还有1位去了法国留学，因为法语是击剑的官方语言。三剑客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延续着击剑这条路，所以即便没有在赛场上登顶，但他们是无冕之王。他们应该从没有想过放弃吧，因为击剑就是他们的人生。你别说了，他们跟我不一样。每个剑客都一样，像他们这样的三剑客，其实比比皆是。这不仅仅是一项运动，这还是你的角色，你的身份。你要知道，击剑手这3个字，就是你的价值。可是我根本就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击剑手，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要不是去了一趟新山学院，可能到现在我还自我感觉良好呢。他们也是冲着冠军去的呀，结果连竞争对手都在替我们社着想，建议你把我给换了。我难道还能没点自知之明吗？谢谢你，楚卓然。学校明天要过来拍击剑宣传片，你到时候也来吧，毕竟你曾经也是其中一员。好，演员准备。我不是演员。哎，不管什么了，注意看镜头就是了。不是拍击剑宣传片吗？为什么我要穿成这样？拍片总得适当夸张嘛，要加入创意的嘛。俊男靓女穿得花里胡哨的，才能吸引眼球嘛。那为什么要我们几个穿击剑服啊？穿成这样，我怎么击剑啊？我想换回击剑服。哇，不要换了，很好看的，要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击剑，对不对？现在这样就能让观众知道，击剑这项运动呢，可以塑造完美身形。练了击剑会有整容的效果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好，开始。我要求加镜头。戏已经很满了，不能再加了。导演，我们社参加剑客大赛的人员刚才确定下来了，3岁他落选了，而且只有3岁他一个人落选了。不用强调了吧？他现在很失落，虽然看不太出来，但是能不能给他一些特写，给他一点安慰呢？我不懂什么剑客大赛了，我只负责根据你们学校的要求，把宣传片拍得美美的就好了，别浪费我的时间了。开拍！导演，再等等。又怎么啦？大家开始拍了吗？还没有。那就好，米妮来了。导演，开始吧。又穿上这身衣服了？感觉怎么样？说不上来。如果穿着击剑服，却还只能一直坐在板凳上，那还不如脱了这一身，免得尴尬。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最可悲也最可笑的吗？阿俏，是备胎，感觉希望一直在眼前晃，又偏偏差那么一丁点儿，永远也得不到，想着干脆扭头走了，不管了吧。可又总是错觉自己会被需要，纠结来纠结去，
给自己加了很多戏。但其实呢，你不过是别人的下策，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想到的那个角色。参赛名单确定了是吗？米妮，你知道吗？这替补呀，跟观众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在观众席看比赛，我们在剑道边上看。可是说真的，如果我能做这个替补，就已经很开心了。你打算归队了？我答应了楚卓然过来拍宣传片，也算留个纪念吧。同是天涯沦落人。你们俩干嘛呢？该上场了。啊！保持微笑。好，很好。就这样。真好看。我还是觉得你这身衣服才最好看。男主角上场。好，微笑着看着对方。他情绪再饱满一点，深情一点。哎呀，再来过。好，很好。群演上场。快上！我们是群演啊。准备啊 ，Action！导演，又怎么了？为什么只有我戴着护面？因为拍的是击剑社的宣传片，而你已经决定退出了，所以今天就只好麻烦你戴着护面。以后有别的击剑手入社，也可以说这个蒙面的人就是他吧。干不了替补，就当一回替身了。我本来就是击剑手，为什么要演别的击剑手？是击剑手就应该上场去比赛。米妮，你现在才是真的喜欢上击剑了。可我真的经验太少，一旦需要替补上场，我怕我自己非但帮不了忙，还会添麻烦。比起为了确保名次而组建一支专业的队伍来说，大家更想看到的是能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人，从不懂击剑到了解击剑，通过击剑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你不是一直觉得我……这话是艾青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我相信你，虽然我已经被淘汰了。楚卓然，要实打实比出高低，才能决定谁是主力吧。贺一翔技术不如我，却让我做替补，你偏心的也太厉害了吧！去了剑客大赛也就是个输，不如趁早散伙。阿俏，这是我跟社长一起根据数据。阿俏，既然你这么不服，那我跟你比一场吧。来啊！我真是烦透你了！谁给你的自信？以为自己技术好就飞上天了吗？你当年的事，在击剑圈早就无人不知了。快拍下来啊！让你做主力，谁知道你会不会再一次背叛队友，真逃脱？换作是我，你也要跟你新仇旧恨一起算。何况根本就打不过连凯，谁去劝劝呢？好的不可女的，你别得罪矜持了。好，怕了你了吧，姑奶奶。今天要不把你打醒，要么就把你赶出击剑社。
安琪，别打了，行吗？安琪，真是如言安琪所说，你是因为我曾经临阵脱逃而对我有疑虑和戒备，所以让我做替补的吗？难道一次犯错，就再不能重新来过了？阿俏，我的顾虑是你性格太急躁，比赛时怕被对手影响，发挥不够稳定，所以为保周全，才不得已做了决定。你一定能有上场的机会，我会保证，让每个人都能站上剑道去比赛。别再拍了吧，如果也能给我单独拍一段就好了。我叫米妮，是 CMFU 击剑社的击剑手，误打误撞进了击剑社，开始学习击剑。可是不知不觉就喜欢上了它，喜欢剑条撞击的声音，喜欢瞬息万变的速度，喜欢剑的光影，喜欢每天训练结束能拧出水的 T 恤，喜欢湖面下自己急促的呼吸，还有喜欢每一个击剑手。如果你想学，我可以。我可能还不行，楚卓然可以教你。米妮，干嘛呢？快点走啦！来了。剑客大赛青年团体赛于今日在本市拉开序幕。这是青年击剑比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本市第一次承办如此盛大的全市各大高校的认知击剑强队云集在此，即将展开一场巅峰对决。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中，运动员们能发挥出最佳水平，为观众朋友们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格斗艺术。而最后，到底哪支队伍能拔得头筹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就是他也可以来参赛呀。所以说那场打的真的非常棒。是呀。请问你们知道 CMF 是在哪吗？喂，你就是那个天才啊？走呀！你是 CMFU 院校里的王牌吗？才学几个月击剑的新人就敢来参加剑客大赛？我看你们社团是打算弃权吧？笑死了！干嘛？你们最好能多撑几场比赛，等到跟你们打的时候，我一定要求楚卓然换我上场，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也就是说，你还不一定有机会能上呢，是这个意思吧？你们自己又能上场几次呢？场上丢人现眼是算了，场下也不知道低调呢。算了，大家击剑手之间场上争高低，不在这儿打嘴仗了。谢谢你啊。果然还是让你参加比赛了。哼，不自量力。本来实力就平庸，还岂有你所体？如此没有脑子的队伍跑来参加比赛，只会是浪费名额。看来不用等别人出手 ，CMFU 的前程就会断送在你和阿俏手。走廊尽头，你们的休息室，你们就好好歇着吧。
以往都是先由个人排位赛分出强弱，然后决定团体赛的对战排序，这个大家都知道了。但这次只有团体赛，所以在赛制上有很大的调整。凭抽签决定自己的序号，按照序号首尾一层层往中间排，2两一组进行淘汰赛。所以这次不仅要凭实力，还得看咱们运气好不好。目前还不知道其他队伍的序号，如果我们一上来就遇到强队的话，大家真的得打起12分的精神了。不必担心，反正是冲着冠军去的，早遇上晚遇上都一样。话不能这么说，开门红很重要，还是希望过程能够顺利些吧。4是我的幸运数字。嗯，我跟云宗打的那场比赛，是我击剑生涯的第1场比赛哦，我当时就是拿下了4分。结果你是输了呀。在这种时候提起云宗，真的很沮丧啊。怎么这么晚才来？刚才我起晚了。开幕仪式即将开始。开始了！我最喜欢的队伍要来了。斯诺克还没结束呢，跑来看什么击剑呢？唉，我们那边的比赛是没什么希望喽。一想到小鹿接下来的处境，我这个心烦呐。不如来看看击剑，散散心呗。怎么样？不紧张吧？我吗？他有我们在，他不会紧张的。是你们还是你呀？那支队伍厉害吗？长音，挺厉害的。他外号凯撒，他最出名的事件是在场上咬了别人。而且还是在他赢了的情况下，他是兴奋，所以抓起对方的手一口咬了下去。那是吴喜乐，剑法狡猾，人称绣花针。说他击剑就跟绣花一样慢悠悠，不求击中你，但求耗死你。韦达就很怂了，防守型选手，可是得分不多。虽说防的是密不透风，但自己也吓个半死。怎么对他们这么感兴趣？他们之前嘲笑我来着。什么？没事，楚卓然会好好教训他们的。我想自己上。嘿，赛场见了！这一击我得在场上讨回来。玩这玩意儿，这下完了。这下完了。哎，咱就争个亚军吧。喂，当初是不是有个身手不错的女孩，本来要进咱们社，结果去了击剑社？可惜了。要是当时选择了台球，现在应该跟小鹿一样厉害了吧？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注意看运动员的表情。哦，好的。咱们打台球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助阵就好了。快看那个女孩！达达你好，感觉好久好久没有见到你了。最近你都无心睡眠，怎能与我遇见呢？我作为替补参加了剑客大赛，重任在身，我天天都很努力在训练。那你要加油了，米妮。不过对手一个比一个强啊。我们队想要获胜恐怕很困难。我要是能跟你一样厉害就好了。米妮，
只有抱着极端的无忧无虑的态度，才能战胜极端的忧虑。啊，我记得这句台词。那你明白了吗？首战稳妥为先。总之还是那个策略，先探探底再说，别过早的暴露自己的能力。有什么好藏的？首轮就碰着咱们，他们已经够倒霉了，还不如给人家个痛快。看待对手的实力，不能只根据以往的数据。击剑运动员本身职业生命就会很长，突破自己获得进步，也是随时会发生的事。如今他们到底水平如何，不能提前下结论的。他们的实力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我们的实力摆在这儿了。我们4个人往这儿一站，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战无不胜。您还没来吗？我不知道啊。喂，什么意思嘛？我又不是他保镖。米妮在社里，应该过一会儿就到了。别人不问偏问我，不用你提醒，我知道你是主力。我跟米妮一样是替补。你强调4个人，我就忽然想起米妮了。随口一问，你那么敏感干嘛？这是敏感吗？这是牺牲小我顾全大局的失落感。你能不能照顾一下呀？别打了。让我进去吧，我真的是比赛选手。这位同学，请不要为难我们，一定得出示证件才能进去的。真的不行，来配合一下。我真的是忘记带了，通融一次吧。不可以的。小福，小福，小狡猾。米妮，你可来了！啊！爱卿，是他们！别担心，正愁遇不上他们呢。你就踏实坐着，好好看比赛，别眨眼。这场说不定很快就结束了。只要他急于进攻，破绽就会暴露。他根本就是在乱打。惯用伎俩，因为偶尔也有主动的攻击，所以裁判还不能立马判他消极比赛。你再怎么全能，我也能让你无能为力。好，阿磊，稳住，稳住他！搞什么鬼？来了，我防守为主。放心，我心里有数。严安琪跟凯撒在场上咬人。这是车轮战，我方任何一名选手会和对方的3名都比一轮，一共9轮，所以总归是要遇见的。严安琪他不咬人家就谢天谢地喽。
红咖喱，跟你们女的打，简直浪费时间。阿累，春之力量虽大，但动作相对笨拙，他不可能是严安琪的对手。可恶！听说你扬言要让我们 CMFU 知道自己的分量，现在知道了吗？还是选择进攻了。你待会儿也别太保守，比赛的、观赛的，这16支队伍都在相互观察呢，把首战打漂亮。双方都是防守型选手，盾都架好了，就看谁敢刺出手中的矛了。我只要防住不让他得分，楚卓然和严安琪就能稳操胜券。哎 ，CMFU， 哇，还有太阳最强，一招选一票看够呢。给他适应的时间。这就对了吧？差不多了，漂亮的收场吧。你们队只要有那个小个子存在，你们也别想在这次比赛中走得很远。不管怎么，反正你们已经止步。赢了，赢了！刚才结束的时候，你跟那个凯撒说了什么？这是赛场的规矩吗？以后我是不是也得说点什么？哼了首小曲儿，当挽歌。这个对战表上的号码排序是固定不变的，以3场比赛为1轮。你看，主队3位选手会跟客队的3位选手一一比过，一共是9局，每一局时间3分钟，分数上限是5分。时间打满或是拿到5分，一局结束。哦，9局打完，累计得分高的一方获胜。这个数字安排有什么讲究吗？比方说3号这个位子的选手，他既是首位出战，也是最后收官，所以一般会安排像楚卓然这样比较有把握的选手。但是这次男女混合的赛制是一个大的难点，不论是力量还是控制力方面，一般女击剑手都弱于男生。对方也是2男1女，我们面临的问题，对手同样无法忽视啊。可万一是力量型的女击剑手呢？男女的优点她就全占了。严安琪不就是吗？严安琪只是在女击剑手中比较突出。其实近些年，有一些女击剑手都在向男性化方向发展，她们被要求要像男击剑手一样有力量，甚至在重剑中开始大量使用甩剑的技术。比如我们即将交战的这支队伍，他们的女剑手泰安一直都想打破运动领域的性别壁垒，证明女击剑手只要善于利用自己的优势和特点，也绝对不会输给男人。一个女孩子竟然能有这么大的力量，简直不可思议啊！这样啊。嘿，你们今天就瞧好吧，看我怎么秒杀全场！别太得意，如果到时候把事情弄砸了，看我怎么揍你！嘿嘿，他们一水儿的进攻型选手，这不正好撞到我的枪口上来了吗？阿秋，这次我把你安排在2号位，前2轮你作为我们3人中第2个出场的人，争取在前2轮就能掌握场上的主动权。安琪在最后3轮上场，你在安琪之前尽可能拉开比分，减轻安琪的压力。是啊，我听说对方的女击剑手很厉害，
万一安琪顶不住，就全靠你啦。安琪顶不住，还有你啊！只有我不太好吧？对。赛场如战场，会发生什么谁都无法预料。作为替补，你要时刻做好上场的准备。他叫泰安，安如泰山，完全符合他的风格。大部分男击剑手都不是他的对手，而今天我们就是跟他所在的队伍争夺前4的名次。一个女孩子竟然能有这么大的力量，简直不可思议啊！果然非同寻常啊！如果需要你上场，你行吗？啊，我相信严安琪没问题的。两位选手各自注意检查器械，准备就位。On guard, play. 好嘞。嘿哟，嘿，嘿，阿乔，待会儿上场千万别太轻敌啊！哎呀，严安琪太急了。这样人高马大，看着都会有压迫感吧？真是难为安琪了。这样级别的男击剑手，安琪还是能应付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们的女击剑手泰安。男女混合的赛制非但不是他们的困扰，有了泰安，对于他们来说反而成了优势。泰安目前最好成绩是上一届亚运会女子重剑第5名，在国家队待过的人，水平自然跟我们不是一个等级。女子重剑现在是我们国家的优势项目，她能在高手如云的环境下拿到前5，不好对付啊。接下来2轮，阿俏和安琪也会遭遇到他，所以无论如何，这一场我也得挫一挫他的锐气。这场对手进攻都很猛，跟他们男的硬碰硬是不行的，所以我们上场的时候要做的就是尽量不要让比分差距拉大。我们作为替补，你要随时做好上场的准备呀。好嘞。嘿，这么快？泰安有些不够果断了。结束。对你早有耳闻了，果然厉害。承认了。可是靠你一个人有什么用呢？哼！好，现在看小爷我怎么秒杀全场吧。喂，我只是想表达一下兴奋而已。加油！嘿嘿。好嘞，注意对手防守漏洞，全力攻击！嘿，嘿，呀！好样的！跟阿俏比攻击技术，绝对不是阿俏的对手啊！为什么一直防守，完全没有对战的趋势？到底怎么回事？你倒是打呀！哦！喂！哼，好嘞！你到底会不会击剑呢？裁判，对手消息比赛。比赛时间到。为什么会这样？一下子就让对手把比分追平了。这名选手绝对是进攻型，我不会搞错的呀。难道？哼，
看来对手单独针对阿乔，改变了策略。阿磊，呀！接着，你注意防守，去我这。后面还有好戏等着你呢。不管是跟严安琪还是楚卓然，对手都在频繁进攻。虽说目前面对的是不同的选手，但这已经能说明艾青赛前做的分析是准确的。他们就是一支以进攻为主的队伍。楚卓然，我知道了，对手他们是有意在。别急，阿磊，他每次出剑都很重，势必影响手的速度。第一场我就是跟这个人打的，他的确是防守，难道这人真的不是进攻型选手吗？糟糕！耶！没想到这家伙扮猪吃老虎。阿磊，安琪，这一场你以防守为主，试探对手的进攻能力。就算对手一直不进攻，你就跟他耗着。但是他如果开始拼抢，你也别手软。啊！果然是那样，对吧？你们在说什么啊？刚才我让安琪试探了一下对方，确认对手是擅长进攻的，但之前跟阿俏打却一直防守，不主动进攻，所以他们肯定是对阿俏调整了策略。阿俏，防守啊！别喊了，比赛时状态会高度集中，是听不见你说话的。我会被你们牵着鼻子走吗？阿俏，你要记住，接下来2场，如果对手不攻击，你也不要急，他们就是故意激怒你，不要被套路了。刚才我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劲了。他们不是在跟你拼技术，而是在消耗你的耐心。上场后，不管对手有多少小动作，你都不要急躁，打得不精彩也不重要，不要在意旁观者的议论，你就跟他耗下去。阿磊，还是有些不适应啊。已经很好了，等到最后一轮，继续这样，不要让性格缺陷掣肘了自己。接下来靠你了。阿磊，前一场你打得够怂的，不过一直以来，你的确比较擅长逃避。最后一场，安琪的实力明显在泰安之下，我得帮安琪先拉开比分差距。
啊！阿修加油啊！哟哦耶！哈哈！耶！吼！要打要骂随你吧，是我太废物了。不才落后1分吗？怕什么？接下来交给我。我相信严安琪没问题的。如果需要你上场，你行吗？安琪，疼吗？没大碍吧？崴了一下。哦，没什么问题。来，阿磊，安琪应该已经非常疲惫了，要不换敏梅上吧？都怪我，让局面被动成这样。安琪是不是被吓着了？不到最后1秒，不要下结论。谁说我们输定了？对阵泰安的时候，咱们以彼之道还治彼身。是不是你教的？什么？叫严安琪学泰安一样，一直消耗对手的耐心。耶！哈哈，有惊无险，挺进半决赛，我们真是所向披靡啊！哎，真是没想到，竟然被他们摆了一道。哼，下次再遇上，我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大呀！我之前就警告过你，要是敢掉链子，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这不是内疚，才想办法给自己打圆场吗？我错了，错了，你脚不是崴了吗？注意点啊！剑客大赛前4强已经全部出炉，其中最令人期待的新生学院，他们的主力男击剑手宇文可谓是本届的一匹黑马，作为新人表现不俗。而队长仲夏已经连续3年位居女子重剑个人排位第1名，期待这样一支梦之队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但是半决赛他们将遭遇夺冠第1热门的云宗学院，在前2场比赛中，云宗一共拿下80分。这一傲人成绩让其他战队都望尘莫及，到底谁能更胜一筹，挺进决赛？让我们拭目以待。另外 ，CMFU 击剑队将对阵留学生组成的华中国际击剑队，他们的选手都是来自击剑强国西班牙，实力不容小觑。让我们祝福 CMFU。半决赛将在5天之后举行，各位观众敬请期待。哇，我们真的进入前4强了，简直不敢相信！这叫什么话？明明是意料之中的嘛！要我说，根本就不需要从海选开始，我们呐就该直接进入决赛。嘿嘿。米妮，明天早上5点到击剑社，不要迟到。啊，刚打完比赛，大家不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吗？不是大家，是你。哦。
咋？不用换击剑服了。嗯，接下来的5天，你不需要练击剑，重心全部放在耐力的训练上。不管是训练强度还是要求，都会特别高。我会全程监督，你要打起12分的精神。这样撑多久？到你的极限。人体骨骼肌分2种，红肌和白肌。现在你所做的都是有氧运动，是针对红肌的耐力训练，可以增强耐力、持久性。不是应该训练爆发力吗？出剑要快啊！你先学会跳双飞，我再跟你解释。5天后，你必须能连续200个双飞。现在数量是0。再坚持半个小时，今天的训练就结束。明天你直接到室内游泳馆来，训练科目是……米妮，米妮，起床训练。迟到了！好痛！今天训练科目是水中快步走，你先适应一下，逐渐加快，尽力克服水的阻力。加快速度。一个来回200米，用时10分钟，算不错的成绩吗？目标是5分钟以内，你完成了一半。吃饭了。吃完休息一下，然后负重跑。你怎么来了？美女啊，累坏了吧？还好，只是很奇怪，明明就短短5天的训练时间，楚之然竟然不让我碰剑，就做什么耐力训练。看来他应该是不打算让我上场了。楚主任要求一定要负重，不然跑的没意思。跑一下试试啊！来，这么快！美琪，你看到了吗？我好快，我太快了！可是这跟击剑有什么关系呢？你说社长不让你去拿剑，但是有没有想过，击剑最重要的不是剑，是人，是拿着击剑的这个人。因为你变得更强，你手中的剑才会有意义，否则那不过就是个器械而已。
耶！水中快步走2个来回之后，先休息一下，然后是水中展体，做自由漂浮。哦，想什么呢？啊，没事。接下来的5天，你不需要练击剑。看来他应该是不打算让我上场了。如果需要你上场，你行吗？没事吧？我想上场比赛。各位观众，剑客大赛半决赛将在1个小时后进行，运动员们已经在做赛前的最后准备。云宗和新山的这场比赛被大家看作是比决赛更令人期待的对决。2支全市顶尖的击剑队，谁将突出重围，如今还是个未知数。而另一边 ，CMFU 和华通的比赛也很令人期待。面对击剑强国的选手，希望 CMFU 能成功逆袭。好，稍事休息。腾讯视频将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仲夏啊，好久不见。楚卓然，是你们呀？决赛见啊！一定。能修吗？修不了，只能换了。现在的这些孩子用剑一点都不爱惜啊！当年好的剑都得进口，那么贵一把，个个都宝贝的不得了，用起来都小心翼翼的。这剑是在那剑客大赛上弄断的？是你弄断的吧？不是你这个破坏王弄的，看来这场比赛还够激烈的。输了？要是做剑的手艺人都没了，你这个击剑手拿什么去打呀？好了，现在输了，那就踏踏实实回来跟我学做剑吧。外公，别说了，这剑是我弄断的。得亏人没伤着啊，是连凯那小子吧？他现在的确是个特别优秀的击剑手了。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心里就没那么多输赢了。比赛也不过就是一种经历，压力别太大。放心吧，这剑我来给你们修。以后我修不动了，你们就找这小子啊，他继续给你们修。姐姐，你又把剑弄坏了。你还好吗？云宗实力的确惊人呢。虽说这是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上跟男击剑手过招，但是连凯的实力我之前是做过分析的，没想到如今他进步如此大。看来我真是高估了我自己，在连凯面前，我简直都不知道怎么击剑了。我不是想给你们压力，不过也好，我们可以好好休整一段时间了。不管怎么说，恭喜你们成功晋级了。说好要好好比一场的，只能下次了。来吧。阿累，年轻人呐，
得1分。其实真的很想拿冠军啊！努力训练了这么久，真的已经尽力了。接下来看你们的了，一定要赢啊！打败云宗，拿到这个冠军。夺冠热门云宗学院不负众望，以7分的绝对优势战胜新山，挺进决赛。CMFU 和华中的对决也精彩纷呈。CMFU 在被动的情况下实现完美逆袭，战胜来自击剑强国的外国击剑手，简直不可思议。让我们祝福 CMFU 在10天后的决赛中能再次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决赛日也正是圣诞节，提前在这里祝各位观众圣诞快乐。现在，让我们再次欣赏一下比赛的精彩画面。Yes， 进攻没有死角，防守无懈可击，体能也优于常人，耐力绝对不是一般击剑手能耗得起的。现在的连凯根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哎，笔关呢？看这个有用吗？这几支笔啊，只有10天时间，你先把自己搞明白吧。150、159、160了。159，还能继续吗？各位，离决赛还有9天，大家加油啊！继续。上次一个来回用时7分半，再努力一把，就能做到5分钟以内了。怎么样了5分半，啊？是我刚才忘记按计时器了，准确的应该是4分20秒。妮妮，接下来你可以不用再做体能训练了。那我干嘛？跟他对练。跟他？他是光影，我既刺不中他，又挡不开他的剑，怎么对练？米妮，我把粒子人调制到了合理范围内最快的出剑速度，你要尽量去习惯，想尽办法应付他。粒子人有光感应，其实你用剑去格挡他的剑，我这边是能收到数据的，并且不论你们谁先刺中对方，后台数据也能准确分析出来。所以你不要感觉是在跟空气打，就当他是一个速度极快的人。你打不中他，是因为你还不够快。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看你快点说！别跑！今天是平安夜呀！来，一起！平安夜快乐！我都忘记明天是圣诞节了。你连明天是决赛日都快忘记了吧？时间真快，很高兴能认识大家。这么肉麻做什么？对，有什么煽情的话、感人的话，咱们留在决赛之后再说吧。既然这样，那咱们就赶紧布置一下决赛计划吧。好，让我们好好过一个平安夜不行啊！好久不见呐，咪妮。你是谁啊？达达尼昂。不是，你不是。我是达达尼昂，但我不是楚卓然。
不好意思，请让让。连凯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所以比赛中要尽可能在他们另外2个队员身上多拿分。不过这次决赛，他们的首发阵容名单有所变动。米妮人呢？爱卿，你提醒过他要从体育馆后门进来吗？我忘了。大家先休息一下。CMFU 对于这次比赛有信心吗？作为一个新人，为什么会选择你作为替补参加比赛呢？决赛你会上场吗？嘿，运动员赛前需要休息，你们不要围着他了。啊，云宗来了！你没事吧？谢谢你。对于 CMFU 这一路的表现，云宗作何评价？达达尼昂，达达尼昂是我们云宗的法国留学生，今天的决赛是他第1次代表云宗上场，他是这场比赛的第2主力。法国大家知道的了，击剑强国，达达尼昂的实力，我想大家已经有目共睹。决赛都能迟到，走吧。哦。你想跟他打呀？肖教练，夏教练，哎，是你们2个小鬼头啊！这次大赛你们 CMFU 表现不错，恭喜你们进入决赛喽。可是我好紧张哦。紧张什么呀？他们都是很有天赋的孩子，将来会有更多更高规格的比赛等着他们呢。快开始了吧？应该进场了才对啊。安琪，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很讨厌阿俏啊？是啊，如果有的选，我肯定不会跟他做朋友。哦。可是，队友比朋友更加重要吧？即便不喜欢，都要互相守护的人，那肯定是无法替代的人呢。怎么了？没什么，好像看到3岁了。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有好一阵子没见到3岁了。差不多消失快1个月了。是吗？还真没大注意呢。啊，3岁。哦，嗨。好久不见，我很想念大家。3岁，你怎么当上裁判了？厉害啊！其实我早就开始为报考裁判资格证做准备，想着以裁判的身份留在击剑场上也挺好。自从确定自己参加剑客大赛没有希望了，我就更加努力学习，最后真的拿到了资格证，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裁判。还评价自己优秀呢。不管怎么样，3岁真的让大家刮目相看呢。虽然见到大家我激动的想哭，但是我现在是裁判，不允许你们跟我套近乎。你们加油，祝福你们。说得对，要一直留在场上。既然要打，就为了赢。比赛即将开始，请运动员做好准备。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队员做好准备。
双方试一下剑。达达尼昂整个剑客大赛，他都是以替补身份在观赛，这次是首次上场，几乎是空降来的。对于他，我们一无所知，所以第一场我先上，衡量一下他到底有多少实力。On guard， 来，好嘞！好嘞！加油！走。好嘞！走。楚卓然，我觉得你比达达尼昂厉害。出剑速度确实惊人，接下来等大家体力消耗了很多之后，估计就更难对付了。阿俏上场了，阿俏和连凯。我们首发的队员是安琪、我，以及阿俏。让我上？别开玩笑了！8进4的比赛打得那么糟，这次你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不然你真的要改行不可。以后再将功赎罪吧。这次我就算了，还是你去吧。一直吵着要上场，现在给你机会，怎么还谦让起来了？这是大家讨论了很久才做出的决定，相信你可以的。不管你们怎么说，反正我不上。就是因为连凯吧？之前给大家造成那么多困扰，不就是为了要证明你比连凯强吗？现在给你机会，你又不敢了，还真是懦弱。我懒得解释。是打算临阵脱逃吗？就跟当初一样。安排阿俏去面对连凯，真的好吗？我不看好自己，万一在场上又受情绪影响。阿俏，得承认，你所担心的问题也是我的顾虑，但这一次，我恰恰想借助这一点。正如严师傅说的那样，逸翔的发挥一贯稳定，但是太过温和也会有弊端。连凯面对他这类的选手，早就驾轻就熟，这样的战略我们占不到好处。但是你不同，你面对他会有情绪，他面对你也是一样的。在他不够冷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搏一把。希望今天的突破口能从你这儿打开，拜托了。他们看到对方这么冷静吗？试剑是比赛前必须的流程，专业的击剑手不会在这种事情上发泄个人情绪。接下来就不好说了。On guard， 来，好嘞！好嘞！好，好嘞！
out。以进攻著称，这速度却不见任何长进呢。是啊，既然你还是那套的防守组合，没什么改进，那我这进攻速度对付你是绰绰有余。可是我的防守，你永远都突破不了。以前就跟不上我的节奏，现在还是跟不上。除非哪一天你能打赢我，否则永远没有资格得到我的原谅。他刚才跟你说了什么？你怎么了？没事吧，阿乔？气死我了！他怼我，他一直怼我，我一时竟然还没能想到用什么话怼回去，气死我了！好吧，恢复正常了。我刚想到应该用什么话去 diss 他了，我真想打个电话骂回去。阿乔，挺好的，这场你算是稳住了，不错不错。本来就不是什么深仇大恨，打上一场，他们俩心里应该都好受些了。啊，安琪要开始了。闪电，还记得上回他们跑来找叶安琪比剑吗？结果醉翁之意不在酒，是针对米妮而来。但是以安琪的实力，对付闪电应该不成问题的。哼！阿磊，好，闪电拼得很凶啊，那他也不是叶安琪的对手。刚才他很多小动作都游离在犯规边缘，简直是无视规则的拼抢。这样下去，担心的就不是输赢，而是安琪的安危了。阿磊，安琪，安琪，再次犯规，罚一剑，比分为8比6。不好意思，接下来还能比吗？老伤复发了吗？估计还能撑下一场吧。真的打算让米妮上吗？看接下来第2轮的情况而定吧。原来这是肯定怎么样？上一场受了伤，没想到这一场还坚持上场。我之前倒是小看你了。是吗？但是刚才拜你所赐，下一场我可能就上不了了。我不会因为对手弱就手下留情的，全力以赴就是赛场上该做的事。他在跟安琪说什么呢？怎么了？最后一场我肯定是上不了了。大家一起来！最后一轮，阿乔对闪电，我对阵连凯收底。米妮，你替换安琪上场，对阵达达尼昂。第一场阿乔要争取比分。米妮，我只要求你稳住场上局面，不要让对方有机会拉开比分差距。这个冠军我们要定了。
加油！好嘞！跟女的打这么没有分寸，真是够了！比不上你对安琪的样子，玩得起就玩，玩不起别玩。最后一场是米妮上吗？先让他上吗？是那个新人啊？这是自杀行为吧？我等会上去应该怎么做？靠你自己判断了，妮妮，不如回到你刚进击剑社时的那样吧，义无反顾，不计后果。啊？还记得你为什么要进入击剑社吗？你已经成为了像达达尼昂那样的剑客了，现在你要更进一步，成为打败达达尼昂的剑客。戴上护面，你的视线范围会受到一定限制，但是足够你看清对手所有的移动。比赛结束之前，不要取下他，心里眼里除了对面的这个人，再无其他。你现在在我对面。知道之前为什么给你安排体能训练吗？还有，为什么要你跟速度异常的粒子人对练？不管是超强度的体能训练，还是后来对阵粒子人时要一副那样变态的速度， On guard， 来，都是为了让我把速度发挥到极致吧。好嘞！不是吧？哇，好。米妮，米妮，还没结束呢。哎，师兄，等会儿你跟连凯对决的时候要多加小心了。安琪带伤上场，他都没有半点让步。他的目标不仅是要赢比赛，更是要让对手惨败。在他的世界里，没有所谓的适可而止。我知道了。好嘞！没事的，米妮。我帮你。谢谢。打得很好。第一轮我跟达达尼昂打了之后，了解他的进攻速度有多快。前2轮打完，在大家体力不支的情况下，不管是谁在跟他对阵，都是顶不住的。但你顶住了。可是他们把比分追回来了。还有一场啊，又没结束，放心吧。好嘞！第一次交手，咱们也是互中了。那次是你赢了，这次我穿了击剑服，那么你也不必再有所谓的分寸，痛快比一场吧。当然，
不到最后一秒，只要是有机会，我都会刺中的。可惜啊，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好嘞。Yes! Yeah! 哈哈哈哈哈！速度太快，力量很大，节奏完全被连凯带着走，这样耗着，楚卓然体力根本不敌连凯。好嘞。加油啊！加油啊，楚卓然！好！要进加时赛了吗？不可以啊！呀！赢了！终于了！终于赢了！你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哇！